这座免费参观的千年古寺太值得去了，因为反清志士冯玉祥的钟鼓就埋在它的附近。以防有人不知道，当初正是冯玉祥将军将溥仪团伙从紫禁城里赶了出去，大大增加了他们翻盘的难度。如今我们来到这里，不仅能看到古刹的千年历史，还能借地怀古，了解到冯玉祥将军在此寓居时的往事。这个地方便是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照寺，它就在泰山的脚下，寺名取佛光普照之意。此寺的始建年代有2个说法，一个是南北朝，另一个是唐朝。无论哪个说法是真的，都意味着寺院拥有着1000年以上的历史，只是如今寺内的古物已经留存不多了。虽则如此，如今的普照寺仍然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等你看完整个视频，你就会看懂它的含金量在哪里了。便以此段旅途的所见所闻，参加导游开场白大赛吧。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照寺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2025年4月过去的，它的停车场近在咫尺，旁边就是了。现在我们登上去，就在旁边水池区域看到一组3面观音以及一排佛塔，这些外观都很新，随便看看就好。与它对称的区域是花园，当时正值花季，风景宜人。很后悔当初没有穿汉服去留下影像，所以甚是可惜。现在我们走进普照寺的大门，这是一座清式仿古建筑，彩绘是常见的官式彩绘。进门后能看到一个生锈的老香炉，如果往下看就能清晰地看到功德主的名单。它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清朝，因为上边明确写着道光2字。香炉的右手边就是鼓楼，它的对面就是钟楼，这便是晨钟暮鼓。我们能在这个院落里找到很多古碑，其中包括明正德年间的重开山记，还有清康熙年间的重修碑，清光绪年间的重修碑。另外墙上还挂着好多小碑，也是以清碑为主。然后我们来到真正的山门，它面阔只有一间，正面是熟悉的弥勒佛，背面照常有韦陀，但两侧未见4大天王。第二进院落的中间是一个2020年的古老香炉，它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棵非常古老的银杏。虽然树上没有明说树龄，但根据经验判断，这些树铁定都是100年之上的老树，而且是200年起步的。至于这一进院落的正殿观音殿，则是一座新建筑，知道它供奉观音就够了，建筑本身倒是无需细看。现在我们穿过垂花门，一路往上走，抵达一个叫做筛月亭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石桌，是普照寺中的奇石，叫做五音石，据说能用手拍出5种声音，可惜我没拍出来。亭子旁边的那棵古老松树，相传为南北朝时期所植，所以叫六朝松。但泰安是北朝的地盘，不知道为啥要按照南朝的叫法称六朝。如果从那时候算到现在，它已经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了。我明确说一句，在这座普照寺里，这棵千年松树就是最古老的物件了。迄今它仍然能开花，而且主干还是直立的，没有倾倒。对于一棵1000年古树来说，这已经是殊为不易了。古树的附近有一片小型的碑林，其中有乾隆时期的重修碑，还有道光年间的香火田碑。香火田就是用来奉祀供养用的田地。最后边是一座2层式楼阁摩松楼，它同时也是藏经阁，内部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和2弟子阿难迦摄。总体观感也是比较新的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就已经在中轴线走到尽头了。现在我们往侧面去，就来到了满空禅师纪念堂。这是一位明代高僧，曾被永乐皇帝接见。他在泰安的时候，曾主持重建竹林寺，之后又重建普照寺，所以人们便将他称为中兴普照寺的重开山祖师。我在往外走的时候，还看到了一簇将军梅，这是冯玉祥将军1932年在泰山种下的腊梅，如今也快100年了。因为是将军种下的，所以它被命名为将军梅。出来之后，我从附近绕了绕，就找到了五贤祠。这里本是唐代七珍观旧址，其中供奉5位儒士，分别是北宋的孙复、石介和胡苑，明代的宋涛以及清代的赵国林。因为冯玉祥将军曾在这边居住读书，所以他的文物价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现在我们绕到另一侧的冯玉祥泰山主题陈列馆，这里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烈士祠。第一个展厅说的是冯玉祥在泰山的事儿。
我们在这里发现，冯玉祥是倾向于反对内战，优先抗日的。当初他隐居泰山，也就是因为这事儿被老蒋猜忌，才愤而归隐。此外，他真的种了不少的树，除了刚才的将军梅之外，还在河南种过110多万棵树。然后我们进入下个展厅，这边介绍了冯玉祥读书的地点，除了五贤祠外，还有三阳观。此外还提到冯玉祥办下的小学，也就是如今冯玉祥小学的前身，后面是一个沙盘，展示冯玉祥在泰山的全部活动场所。咱们基本上都走过来了。之后提到冯玉祥从美国归来的时候，因轮船失火而去世，享年66岁。他的墓也在泰安，看图片不够直观，不如现在就直接步行过去。冯玉祥将军的墓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墓上方的一排大金字“冯玉祥先生之墓”是郭沫若的手书，内中埋葬的是冯玉祥将军的骨灰。墓的墙体是由泰山花岗石垒砌而成的。如今墓前两侧各有一个花篮，中间有摆放整齐的鲜花，可见这个墓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。因为以当代年轻人上坟整活的强度，如果管理宽松的话，那目前的贡品绝不能只有这么点儿，肯定会堆得满坑满谷。至此，我们不仅逛完了泰安普照寺，更看过了他与冯玉祥将军的那些不解的缘分。其实我刚逛完寺院的时候还有点纳闷，这里边真正的古树不过是那棵1500年的古树罢了，这是怎么评上国宝的？但了解到冯玉祥将军在普照寺后的寓居往事，以及他为泰安做出的贡献后，才恍然发现，单单以此一段机缘给评成国宝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每一处值得保护的文物点都有一些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，或是珍贵的物，或是关键的人，或是两者皆有。而在行遍全国的旅途中，从每一处文保点发掘出它背后那些珍贵的回忆，与它历史中的高光时刻共振，那无疑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